小时候，我因为没爹，被人叫杂种。及笄后，因不想给混子当童养媳，我爬上了萧素远的床，被人叫红妹子。后来逃出萧府，沦落街头，被人叫臭要饭的。再后来，我成了省城最大的富商，谁见了我也都得恭敬的叫一声苏老板。我还没出生就没了爹，出生时没了娘，是和娘在同一个院子里伺候的王妈妈收养了我。我娘本来是萧老爷的通房丫鬟，却和老爷院子的看门护卫苟合。得知我的存在后，我爹畏罪潜逃了。我娘本来也要被进猪笼的，是萧老夫人心善，准许她生了我再自尽。我有名字，是我娘临终前起的，叫小鸟，但没人叫我的名字，他们都叫我杂种。我在萧府里长大，吃的是主人们的残羹剩饭，穿的是奴才们穿烂的衣裳。王妈妈收养了我，却不全是出于善意。她有一个儿子，叫柳哥。我刚出生时，他已经15岁，整日流连在烟柳之地。王妈妈收养我，是为了把我当做她的童养媳。10岁那年，王妈妈染了风寒，我去她家照顾她，正熬药时，突然有一个人从背后抱着我，叫我乖乖，是柳哥。我极力挣脱开，他却更加强硬地捏住我的脸，一张脸靠得极近。我能闻到他嘴里令人作呕的味道，但我不敢反抗，只能低眉顺眼地叫他柳哥哥。好在那时我尚小，王妈妈说过，即使再心急，也得等我及笄才行。于是，在我即将及笄这一年的上元节，我爬上了萧府大公子萧素远的床。第二日，萧素远醒来时，看到衣衫不整的自己和满身暧昧痕迹的我，目光深沉。我温顺地坐在床边说，一切但听大公子安排。从此，我变成了萧素远的通房，对我的称呼也从小杂种变成狐妹子，变成了和他娘一样的下作东西。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自己躲过一劫。王妈妈来找我，冷笑着说我好手段，骂我白眼狼。柳哥跟在他旁边，阴恻恻的补充，小杂种，你不会真以为爬上了主子的床就能高枕无忧了吧？等主子厌弃了你，我看你怎么办？我不在乎，我不需要长久的宠爱。萧素远院子里的管事申婆婆为我安排了一间厢房，这间厢房离萧素远的寝居很远。申婆婆是萧夫人的陪嫁丫鬟，因为萧素远常年不在府内，因此兼职打理萧素远的院子。临走时，申婆婆点拨了我一句，她原话是说，萧素远院子里没有个可心人，她既然亲口留了你，你便要好生服侍，切不可生出二心。当初是夫人心善，才留住了你，你可莫要叫夫人心寒。我很受教。萧素远是地方官，常年在地方治理行政，只在每年除夕夜赶回萧府，等过了正月便立即动身返回，所以留在京城这1月，每日总是大小应酬不断。因此，除去上元节那一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再主动去过他的院子。等过了正月，萧素远离京的时间便定下来了。离京前1日，我到萧素远的书房递了一碗如意元宵，到了晚上，萧素远就进了我的院子。我很感激他这样照拂我，因此床上愈加卖力地讨好他。第2日，我将亲手绣的祈福香包系在萧素远腰带上，他默许了我僭越的行为。因为萧素远临走前进了我的屋子，又带上我制作的荷包，因此申婆婆拿捏不准萧素远对我的想法，便让我留在萧素远院子里做个洒扫的丫鬟，等着萧素远回来。如此相安无事过了半年，却突然听说萧素远要回来了。原来萧素远管理的那座城，近年来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更兼之政通人和，好几项朝廷的重要改革俱在此处施行。因此今年年中，监察御史上书奏表，对萧素远好一番夸奖。圣上见了，龙心大悦，一提笔，将萧素远的官阶提了一品，不仅如此，还调任回京，代管户部侍郎一职。消息传到萧府，何府上下一片喜气洋洋，下人们也觉得与有荣焉，满面红光的为萧素远回府准备着。于是我这个杂种狐妹子也渐渐成为下人们闲话的对象，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连柳哥也趁人少，悄悄溜进院子里找到我，不无嘲讽的开口，听说大公子此次回京，还带了一名女子一起。乖乖，若是你被大公子抛弃了，还可以来找柳哥哥。我看着他说完，便面无表情的大喊着，有人私闯萧素远的院子了。他被护卫捉住，狠狠打了20大板。萧素远回府那日，何府上下俱都站在门口迎接。我身份低微，与各个院子里的下人站在一处，见他目光逡巡一会儿，终于看向我，便立刻扯出一个极大的笑容来。原先萧素远院子里的仆从很少，因之后要在府中长居，便添置了一批丫鬟。萧夫人还特意挑选了2个貌美女子巧烟、翠烟作为通房，她们的房间与我挨在一起。那个被萧素远带来的女子却没有进府，原来只是受好友之托，带其入京省亲。萧素远回京前半个月都不曾到我们3个通房的院子里留宿，直到这日，老夫人生晨宴，萧素远喝多了酒，被下人引着带到了这里。这一晚，他宿在巧烟的屋子里。第2日再见时，巧烟神采奕奕，拖着酸痛的身体去老夫人院子里谢恩。
接着又过了5日，萧素远再次来时，宿在翠烟的屋子里。又过了10日，萧素远终于进了我的房间。下人提前来报了信，我连忙沐浴化妆。他踏进我房门之时，我已经在门边恭候多时了。萧素远进来后，不发一言坐到床边，我跪着弯下腰替他脱了鞋袜，又直起身子替他解上衣繁复的纽扣。我能感受到他炙热的眼光一直在我身上游离。终于，我替他解下所有纽扣，他一伸手将我捞上床。第2日我醒时，发现萧素远已醒来，此时正坐在床边的软榻上看书。见我醒了，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鸟，我如实答了。有何寓意？娘亲希望我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。丫鬟端上来一碗黑漆漆的汤药，是避子汤。这药极苦，但我喝下时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。萧素远早上离开了，他的赏赐下午送过来了，除了一只翡翠的步摇和赏银，还有一个10来岁的小丫鬟，叫小云。晚上我吃饭时，申婆婆也带着老夫人的赏赐过来，一套玛瑙头面和20两纹银。对一个通房丫鬟这样，我实在有些惶恐，便跟着申婆婆去老夫人院子里谢赏。老夫人并没有露面，我在门外磕了3个头才离去。巧烟和翠烟虽先比我承欢，却没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因此对我很是不满。脾气急的翠烟好几次在我吃饭时过来冷嘲热讽，还直接吩咐小云做事。小云虽明面上是我的丫鬟，但其实这院子里的3位她都要伺候。她好几次明里暗里向我诉苦，要我拿出主子的硬气来，我只当不理。等到了8月，天气热起来，王公贵族便不爱动弹，每日里只躲在府中享清凉。萧素远在后院待的时间也就更多了。1月以来，他在后院宿了10多日，其中有一半都宿在我这里。因晚上被他折腾得很了，白日里我便很是懒怠，晚饭吃的也少，偶尔碰上些开胃的酸果，勉强能多吃一点。这消息传进申婆婆耳朵里，她立即带了大夫来替我把脉，证实我没有怀孕，她的脸色才缓和许多。大夫走后，申婆婆教了我规矩，萧素远未娶妻之前，后院女子不可生育。我俯首称是，却不想申婆婆打压我的话入了翠烟的耳，她竟起了歪心思。每次成欢之后，偷偷吐掉避子汤，2月之后，竟真叫她怀上了。萧夫人怀孕4次，却只诞下1子1女，全因年轻时后院宅斗，被奸人所害，小产2次。因此，萧夫人极不愿意堕胎，即使当初处置我娘时，也答应等她生下我再死。翠烟这次铤而走险，只怕是想用一个孩子搏一个未来。萧素远今年20有2，京中像这个年纪的男子，家中少说也有个1子半子的。只是萧素远之前都在外地做官，别说生孩子，连婚事都没定一桩。老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果然震怒，却不忍心杀掉这个小孩，便越发严格的看管我与巧烟。老夫人开始相看京中的适龄女子，为萧素远指婚，挑来比去选中太史令之女李若清。请期之后，婚期定在次年2月廿2。当晚，萧素远宿在我的院子里。第2日早晨起床时，我跪在他枕边，等他睁开眼，向他求了一道恩典。我希望能请个夫子教我习字。他大为不解，我便小心翼翼地解释道：请公子赎罪，我悄悄托人打听了未来大夫人的脾性，听他们说大夫人满腹才气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奴婢怕公子嫌奴婢粗鄙，因此也想请个夫子教奴婢识字。奴婢自长大以来，第一次在公子这里获得温暖，因此希望能借此延续公子对我的厚爱。萧素远既不应允，也不拒绝，只是一双眼睛沉沉地看向我。3日后，萧素远又进了我的屋子，他与我耳鬓厮磨，能不能请来夫子教你识字，便看你今晚的表现了。等到第2日下午，便有一位女夫子搬了进来，住进翠烟的屋子。翠烟因为怀孕，被申婆婆接到老夫人的院子里养胎了，这屋子便空出来。从此，我便跟着夫子识字。夫子定了目标，每日学识字，每5天考教我1次。我认字认得极快，夫子一开始每日教我10字，后面便每日教我20字。3个月后，我已认识将1000余字。虽然认字认得快，我写的字却极丑。练了3个月，我每日练习都在1个时辰以上，写出来的字还是不堪入目。上元节时，萧素远来我屋子里时，我正在练字，他见了我的字，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连眼泪也差点笑出来。你这幅画的挺好，我看挂在门上，可以驱邪，便是再凶恶的鬼，见了你这字，只怕也要以为是位高人居住于此，吓得落荒而逃。我羞臊地夺回那张纸，脸红得像猴子的屁股，想反驳，却不知道如何反驳。却不想萧素远将我带到书案前，把我圈在怀里，他的手包住我的手，竟一笔一画地带着我在纸上游走。他耐心地教我每个字的笔画结构，如何勾连，如何排版，何处要重，何处要轻。萧素远身上带着香，那香熏得我的脸更红了。等过了正月，离萧素远的婚期就近了。何府上下为了下旬的大喜日子忙活着，
萧素远也整日参加京中子弟的聚会，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好友听闻他大婚，特意来寻他的。因此整个2月我没见过他一面。8. 迎亲那日，我和巧嫣也跟着下人们一起观礼，听申婆婆喜洋洋的唱：一拜天地，天长地久；二拜高堂，四季安康；夫妻对拜，百年恩爱。等拜完堂，我和巧嫣被安排到新娘子的房间里陪着她。我嘴笨，不敢多说，新娘子大概害羞，话也少。3个人里全靠巧嫣活跃气氛。等到了晚上，前边的宴席结束了，一群人拥着新郎官往这边走。我和巧嫣退到后面，看他们闹洞房。约莫闹了半个时辰，申婆婆起个话头离开了，剩下的人也很快退去。我和巧嫣结伴，回去的路上，我听见她带着无限羡慕的感慨：小鸟，你说我下辈子可以像这样结一次婚吗？巧嫣和我不一样，她是被家人卖进萧府的，老夫人看她长得好看，留在身边调教，就等时机成熟，塞入萧素远的院子。我想，若是她不被卖进来，其实是有机会和一个普通男子成婚，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一个步骤也不少的迎她进门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只能和丫鬟们躲在一处，羡慕别人的婚礼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，便沉默着与她并行。9. 大婚第2日，我和巧嫣去向大夫人请安敬茶，她很大方地赏我和巧嫣每人10两银子，我们跪下谢赏。正巧丫鬟通报翠嫣也来了，大夫人也没叫我们起身，抬手让那丫鬟带翠嫣进来。算来翠嫣的肚子已有5个多月了。她进来时，我用眼光瞥到她的肚子高高隆起，因行走不便，另有一个丫鬟搀着她进来。见了大夫人，她没跪，仗着自己有了身子，微微屈膝扶了扶身子，便当行过礼了。我以为大夫人会当场训斥她立些规矩，却不料她笑盈盈的让人为翠嫣设了座，并且很和善的问了些安胎的事宜。等大夫人想起我和巧嫣时，我们已经跪了半个时辰。等回到屋子里，小云为我上药，裤子抬到膝盖那里时，只见一片漆黑淤青，衬着我白皙的肤色，很是骇人。之后几日，我便尽量不下床走动。好在我识了字，在床上看些画本也不无聊。萧素远婚后这1月多进了后院4、5次，次次都宿在大夫人院子里。我乐得轻松，看了许多画本子。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最叫我向往，说的是有一户人家的小姐嫁入夫君家，不想夫君是个败家子，整日流连烟柳之地不算，还极爱赌博。不过几年光景，祖上的钱财都败光了不算，还想着把这位小姐的嫁妆也当作赌资。没有办法，那小姐只好接过几家入不敷出的布料店，苦心经营，不过半年光景，便扭亏为盈，渐渐恢复了这一家往日的富裕。那位小姐最后还与夫君和离，一个人守护家业。我想，要是我能学会算账，懂得如何经营一家店铺的话，是不是也能像这画本子里的小姐一样，自己赚钱，不再仰人鼻息？我正出神想着，冷不听见有人问，在想什么呢？我脱口而出，在想赚钱的事情呢。我说完便立刻回神，果然见萧素远出现在我屋子里，此时正一脸好笑的看着我，问我是不是被克扣了俸银，怎么突然想要赚钱。我便将画本子的故事说给他听，他听完也很惊叹于这位小姐的才智。晚上那事结束后，萧素远抱住我，问我这几日的功课。我此时已是累极，被他硬拉着聊天，半合着眼敷衍他的问答。大抵是我表现的明显了，他起了玩心，捏住我鼻子。我换不了气，难受的睁开眼睛，见他一双眼十分清明，听见他慢悠悠说，你若想学些管家之道，明日起便帮着申婆婆一起管些账吧。哪里有通房丫鬟学习管家的规矩？我担心戴夫人以这件事挑我的错处，便摇头拒绝了，讨好的亲亲他的下巴。奴婢下午说着玩的呢，奴婢跟在公子身边，吃穿用度一概不用操心，学这个并无多少用处。若是给申婆婆帮了倒忙，让公子失望，奴婢担待不起。他的脸色突然沉下去，原先轻松愉悦的氛围不复在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便算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便背对着我躺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只能压下疑惑，主动求好。我伸手从后面抱住他的腰，几乎下一瞬，他转过身来，将我拥在怀里，我听见他叹了一口气。我的睡意上来，渐渐合上眼睛，半梦半醒间，好似听到有人轻叹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我沉沉睡过去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过这句话。11. 等到了8月份，便是翠嫣的临产日了。老夫人和大夫人都很重视这一胎，上好的补品不要钱似的流进翠嫣的肚子。临近生产，翠嫣的肚子已经大得不能下床。我随着大夫人去探望过她一次，彼时她满面红光，正捻着丫鬟包好的葡萄放进嘴里。见了大夫人，连理都不行了，挺着肚子说身子大了不方便，请戴夫人恕罪。我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眼大夫人，正好看见她眼底闪过一丝恶毒的神色，接着便换上一副和蔼的面容，对翠嫣说道，如今全府上最贵重的莫过于你的身子了，你养好身子比什么都重要，那些虚礼还在乎什么？
我照例是沉默不说话。8月初5这一天，翠烟的肚子发作了。4个时辰后，稳婆抱着一个襁褓之中的孩子进来，跟老夫人贺喜，萧素远这头一胎是个男孩。老夫人欣喜若狂，吩咐下去，何府下人全赏1月的俸银钱。大夫人也跟在老夫人后边，重赏了接生的稳婆和丫鬟们。我从虚掩的门缝里看进去，下人们端着一盆一盆血水穿梭其间，隔得太远，我看不见巧烟，不知道她如何了。8月15中秋节这一天，老夫人在自己的院子里设宴席，邀请了萧素远及大夫人、二公子及未出嫁的4小姐、5小姐、6小姐同聚。因萧素远添了长子，我和巧烟、沾光也得以出席。席上的重点自然是萧素远的长子恒哥，老夫人抱着这位金孙，一刻也挪不开眼。我巡视了一番，没找到恒哥的生母翠烟。照理说，翠烟生了长子，不见赏赐就算了，连我和巧烟都能参加的家宴，她也没有出席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席散以后，我问巧烟可知道翠烟去了哪儿，巧烟难过的摇摇头，她怀孕时吃了太多补品，孩子长得极大，生产时伤了身子，如今就被丢在一间荒院里，连个照看的丫鬟都没有。我问了位置，一个人寻过去，那果然是个荒弃的院子，院子里生了许多杂草，也没人清理。我见其中一间屋子里射出微弱灯光，便推门进去，却被门内的情景吓了一跳，整个屋子散发出极其难闻、令人作呕的气味。翠烟的床边有一滩血物，她的床上也散发出排泄物的气味。她的脸浮肿至原先的2倍大，薄亲下的身材却十分消瘦，脸上也脏乱不堪，头发乱如杂草。听见开门的声响，她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目光空洞，求求你，让我死。我不敢再停留，一路跑回我的屋子。小云在门口等着我，张着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满脑子都是翠烟的惨状，终于控制不住，哇的一声呕出来，呕完便晕死过去。12再醒来已经是3天后，小云趴在我床边，眼眶深红。大夫说我惊吓过度，因此一时心智才晕了过去。我醒来的下午，萧素媛也来看望我，问我受了什么惊吓。我不敢说，只摇头说应该是夜间受了寒，中秋那日高兴贪杯饮酒，又吹了风才生病的。他不置可否，我也没有话讲，一时屋子里沉闷下来。恒哥满月那天，萧素远在府中设宴邀请京中好友齐聚一堂，席间大夫人突然身体不适，想先退下歇息。老夫人联系他，当即叫了大夫来诊脉，是喜脉。双喜临门，萧素远被同僚灌了许多酒，晚上在床榻缠绵时，他带着酒气对我说，我们也要个孩子吧。我被这句话吓得一滞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，停下动作，问我，你在怕什么？我不敢说，主动亲上去掩饰内心的慌乱。第2日，那避子汤果然不再送了。3个月后，我的癸水也停了。我只觉得惶恐，开始频繁的做梦。一开始是娘亲、王妈妈、柳哥，他们或笑或哭的在我梦里走一遭。然后是翠烟，我总梦见她刚进萧素远院子时嚣张跋扈的样子。偶尔还能梦见大夫人，她让我在碎石地上跪1个时辰。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我的脸却逐渐消瘦下去。小云想着法子让我吃饭，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有一次吃的多了，夜间也全部呕出来。有一次我又做了噩梦，当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，半明半暗间看见萧素远站在我的床前。他逆着光，我看不太清表情，但我听到他沉重的开口，你梦见了什么？我不敢说，我梦见翠烟浮肿的脸，梦见柳哥阴险的威胁，梦见大夫人笑盈盈的向我走来，却掏出一把刀破开我高高隆起的肚子。我只能摇头。夜间安寝时，我睡不着，睁着眼睛过了半宿，却突然听到身边的人开口，别怕，我在。我连忙闭上眼，装作睡熟的样子。我的肚子5个月时，大夫人生了，是个男孩。等到肚子9个月大时，我已经不能下床了。稳婆就睡在我旁边的厢房，随时待命为我接生。终于这一日，我的羊水破了。我这一胎生的极为难，因为怀孕时我吃的不多，身体虚弱，生孩子时也很遭罪。稳婆拿了人参片叫我含着，生了整整1天，终于听到那声婴孩的啼哭。稳婆将孩子抱到我面前，恭喜我喜的贵女，谢天谢地，是个女孩。只可惜我连看也来不及看上一眼，便昏死过去。迷蒙间，我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，小鸟，娘的小鸟，娘希望你以后可以自由自在的，像小鸟一样，想飞去哪里就飞去哪里。13萧素远给我的女儿起名叫穗心，希望她万事遂心。我私底下叫她阿福，小云嫌这名字土气，我却觉得贱名好养活，我只希望她这辈子平安幸福，无病无灾。阿福只是个庶出的女孩，因此满月宴也只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张罗。阿福满月这天，萧素远来了，一见面他便说，你太瘦了，该多吃些。我温顺的点头，笑着解释说是天气闷热，胃口不好。阿福百日那天，我向萧素远求了一个恩典，想要到城外的观音庙为阿福祈求菩萨护佑。这是我生了孩子后向他求的第一件事，
虽然有背规矩，但他还是应允了。那天早上我出门时，他抱着阿福送我，白日里我有公务处理，就不陪你一起去了，晚上再来院子里陪你和穗心吃饭。我点头应好，便转身上了马车。观音庙里香客络绎不绝，2个护卫紧紧护着我。我先去了观音主殿给观音磕头，然后让其中一个护卫帮我买香纸。他走后，我又跟另一个护卫说我想见住持师太，请他帮我问一下师太在哪里。我趁着他与小尼姑交涉时，转身奋力逃了。我怀孕时，萧素远提了我的分位，消了我的奴籍，给了我良户的身份。我借着良户的凭证，顺利出了城。我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，我只知道我要逃，离萧府越远越好。我猜跟着我的2个护卫回去之后发现我不在，此时应该已经回萧府通报了。若是萧府铁了心要捉拿一个逃跑的姨娘，应该很容易。不能往城里跑，无论我进了哪座城，只要我拿出那张良户凭证，立刻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我从管道上叫卖的小贩手里买了许多干粮，又找路过的镖队买了些伙食，便往管道旁的山林里跑去。在山上时，我饿了就吃干粮，渴了就喝山泉水。到后面干粮不够了，我也开始抓些小兔子、小鱼填肚子。只是我身手太弱，这样的机会很少。山里常有野兽出没，我就白日里寻一个山洞睡觉，晚上睁着眼睛到天明。如此过了整整1个月，我才敢下山。我在山上转了这么久，早迷失方向，因此下山以后也不知自己到底在哪里，只是瞧着很陌生，不是京城。等走到城门墙时，看见那上面用石板刻了2个大字，沈城。守城的官兵见我神情萎靡不振，面颊消瘦，衣衫褴褛，问我从哪里来，进沈城做什么。我摸出包袱里那张粮户，这是我偶然在山上捡到的，别人的户籍证明，我只能赌一把。14. 官爷你好，我是牛家村的人。3个月前家里起了大火，我的丈夫和孩子都在那场火里死了，家也烧没了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一路乞讨过来。我这次到沈城来，是想进去寻个差事谋生。那官兵还在仔细查看我递过去的户籍证明，他旁边另一位开口道，不过是个要饭的，就放他进去吧。如此，我终于顺利进城了。当初我从萧府出逃时，带了几10两碎银，除了出城那日买干粮伙食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别的花销了。如今那几10两碎银还藏在我的亵衣内。我如今这个样子住客栈，只怕引起怀疑，当务之急是换一套新衣。我找了间成衣店，花40文钱买了2套粗布衣裳，等找到客栈住下，又拜托小二帮我提了1桶热水。等我擦完身子，一沾上床，就黑甜的睡去。说来也神奇，自从我逃出萧府后，便再没有做过一次噩梦。即便在山上要时常担心猛兽袭击，也不曾做过。如今久违的睡到床上，只觉得通体舒畅，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叫人开心的事。这一觉直睡到日上3竿才起。吃过饭后，我便在城内四处闲逛。15. 沈城地处中原之地，风景秀美，农业发达，城内还有好几处繁华的集市。我跟着路人的指引，找到城中最大的交易集市东华集市。东华集市位于沈城东北角，占地逾2万顷，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市之一。正闲逛时，听人说城中富商苏全岭要收关门弟子。苏全岭收徒不论出身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想拜师，皆可去苏府的小厮那里取号，等叫到他手中的号码时，便进去答苏全岭的题，答对了就可做他的徒弟。苏全岭已在此处相看了2日，今日是最后1日。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出路，于是也领了号码牌等着。约莫等了1个时辰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我的试题是何为店铺经营之道。这一题并不难解，我虽然没有真正管理过，但画本子看了不少，且又跟着申婆婆学了许多。我略思索了一番，便沉声作答。苏老爷肯定了我的答案，要我3日之后再来酒楼找他。3日后，我如约到了酒楼来，才发现除我之外，另有9人也被苏老爷选中，其中有7男2女。苏老爷上半日教授我们经商之道，下半日带我们到苏家的店铺实地学习。我们10个人并不都会留到最后，苏老爷会随时淘汰不合格的人。半年之后，只剩4个人了。这一日，苏老师上完课后，给我们4人1人发了1张地契，我拿到的是一家布料铺子，2名男子是打铁铺子，1人是玩具铺子，剩下那位女子拿到的是胭脂铺子。苏老爷说，自明日起不用再来酒楼，这4间铺子交给我们全权管理，1月以后再到此处来汇报各自的经营成果。1月后，我按约来到酒楼见苏老爷。从他口中听说，那位接手玩具铺子的人见铺子效益无法提高，便干脆卷了账上的钱跑路了。好在除了他以外，我们3人经营的都很好。我的染坊铺子原来生意并不景气，我接手的第1天就放出话，要给全城乞丐施布以助其度过寒冬，再加上说书先生尽力的宣传，铺子打响了名号。现如今铺子里每日接待客人不少于20，每日进账不低于5两银子。胭脂铺子本身效益就好，
接管的那名女子名叫沈慧，她另辟蹊径，找到一位极善调香的师傅，花半月研制出一款特殊的管状的纯汁，使用时可将纯汁主体旋转出来使用，不用时又可以旋转回去盖住。一时间很受沈城女子贵妇的喜爱，真正做到了一管难求。接管打铁铺子的男子叫王良，他虽然在商品样式上没有创新，但他与军营合作，以极低的价格与军营谈成了一笔单子，利润虽小，架不住量大，薄利多销，打铁铺子的生意也扭亏为盈了。如此，我们三人算是通过审核，正式拜入苏老爷门下了。这之后的3年，我便一边管理店铺，一边跟着苏老爷学习。3年时间，我管理的铺子从一间布料铺子到全城所有的染料坊、成衣铺子，管理的人数从一开始10来人到如今的500余人。16，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，那是我来到沈城第1年，官府照例清查全城居住人口，查到我这里时，我的那张假户籍证明被查出来，苏老爷替我遮掩下来，我便向他坦白了我的真实身份。他替我办了一张新的户籍证明，录入名字时问我，可还叫小鸟？我摇头，当初娘亲给我取名叫小鸟，是希望我能逃出萧府，自由自在。如今我不仅逃出萧府，还能跟着您学习谋财之道，我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雄鹰，不仅能翱翔于天际，还能有强健的实力保全自己。苏小英，我要叫苏小英。苏是苏老爷的苏，我不知道母亲姓什么，便用苏老爷的姓做我的姓了。又过1年，苏老爷故去，临终前将苏家的产业托付给我，自此我直接管理苏家遍布全国的酒楼。沈慧除了胭脂铺子和首饰铺以外，接管了我原先负责的染布坊和成衣铺子。王良除了打铁铺子和玩具铺子以外，还负责苏家其他的铺子，如茶肆、赌坊、鞋铺等尚在起步阶段的铺子。在我们3人齐力竞下，1年后的苏家已经变成沈城第1富商，全国第3富商。我苏小英的名字也随着苏家的产业而声名远播。终于，我接到一封来自京城的邀请信。这封邀请信由时任户部尚书的萧素远亲笔所写。近年来，边关战事不休，为支持保障前线军队的供给，国库已被掏空大半。此次中央邀请全国10大富商齐聚，就是为了筹集军饷。出发前夕，沈慧来找我，他问，你真的想好了要去京都见故人吗？我点头，我苏家产业多在江南一带发展，北边一直不能进入，尤其是京都地界，历来由世家大族握在手里，铜墙铁壁一般，根本插不进去我的产业。我此次入京，一则为救国捐钱，二则也是为苏家产业入京寻一个机会。他接着说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此次进京与之前不同，你会和萧素远相对而坐，你可能面对。我淡淡的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会以平常心对待。离开沈城时说的话言犹在耳，却没想到我进京第1天就碰见阿福和萧素远。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，我被撞得东倒西歪。马车夫在外面告罪说，有一个小孩在马路上乱跑，差点被疾驰的马车撞上。好在车夫及时拉住马鞍，马蹄高高扬起，缓缓落下，堪堪停在那小孩面前1臂距离处。我下车一看，那小孩约莫5、6岁的模样，生得唇红齿白，扎了2个丸子头，穿一身红彤彤的袄子，很像是贴纸上的年画娃娃。我一见他便心生怜爱之心。我走过去蹲下来问他，问是哪家的小孩，是不是和家里人走散了，怎么一个人在马路上乱跑。那小孩眼睛滴溜溜的转，好似在考虑要不要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见他思索的样子十分可爱，不舍得转开视线，便见那小孩眼睛突然亮起来，一边喊着爹爹，一边往远处跑过去。我循着他的身影望过去，只见一个身影将那小孩抱起来，那身影不仅高大，而且熟悉。我正思索着是现在默默离开，还是等那个人过来与我道谢时，那人已经走近了。是萧素远。想了想，一个逃跑5年的姨娘应该不会有人记得，我便打算后退一步，以苏小英的身份拜见户部尚书萧素远大人。只是我的脚刚抬起来，就被那人捉住手腕，语气急迫，你又要跑到哪里去？哟，看来他并没有忘记我。我心下叹口气，就着他捉住我手腕的姿势弯腰行了个礼，草民苏小英见过萧大人。苏小英，沈城富商苏小英。我能感受到他落在我身上的探究的目光，带着震惊、沉痛，或许还有失而复得的欣喜。苏府在京城有一座别院，离萧府坐车约1刻钟的距离。去年我进京时也住在此处，我原是做好了与故人见面的机会，却没见到。今年刚入京，就连着见到阿福和萧素远。萧素远让下人把阿福带回去，自己却坐上我的马车，与我一道回了苏府别院。若是见面之后，萧素远已经忘了我，我全可以当做自己就是苏小英。可今日萧素远的反应让我知道，我欠他一个迟到5年的解释。于是我用了1个下午的时间解释，和他说了如何从一个逃跑的姨娘做到如今沈城最大富商的位置。我说这些故事时，他很沉默，并不答话。等我讲到收到他的邀请信时，这个故事便结束了。
然后我听见他问，当年你为什么要逃？18。我把心里千锤百炼的话说出来，大公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大公子了。以前见面我自称奴婢，您来院子里时，我要跪着在门口迎接您。每日里要担心您对我的宠爱会不会消失，担心我哪一天行差踏错，被人丢在荒废的院子里自生自灭。如今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见到您可以自称草民，私下见面只需行拜礼，行动自由，想去哪里便去哪里，不用得到您的批准。老实说，过去5年，我想起您和阿福的次数很少，我不认为我会甘愿再回到萧府做一个妾室。萧素远离去的背影堪称狼狈。其实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萧素远不爱我吗？我真的忍心让阿福一个人留在萧府吗？一定要逃吗？但答案永远是，萧素远可能爱我，我不忍心扔下阿福，但我必须逃。我不能把自己的安危系在另一个男人身上。我的娘亲听信我爹的甜言蜜语，事情败露，反被我爹抛弃。巧言自大的认为有了孩子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结果在荒院里那样难堪的死去。在深宅大院，仅凭一个男人的爱是不够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份爱会被收回。与其每日惴惴不安，担惊受怕，不如放手一搏，为自己搏一个光明的前途。所幸我赌对了，我逃离京城，在沈城遇到贵人，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，不再仰人鼻息。送别了萧素远，我回到书房，为3日后的富商大会做准备。19。萧素远番外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他贪图荣华富贵，毕竟那样的相识并不算美好。后来知道他坎坷的身世，才晓得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所以离京前没有拒绝他的元宵和香包。新年伊始，百废待兴，朝里的事务繁多杂乱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夜里就枕着他的香包睡去。半年后，我调任回京，再一次见到他。他长得并不算多好看，但人群里我总能轻而易举找到他。母亲送的2个通房丫鬟，我并不怎么喜欢，我更喜欢他，更愿意往他院子里跑。但母亲说，后院最忌独宠，雨露均沾才是上上之策。我知道母亲担心我不父亲的后尘，做出宠妾灭妻的荒唐行为，所以我一直很克制。去通房的院子，娶正妻，生孩子，我明面上是个最公正无私的一家之主了。可我又觉得不够，我担心他被人欺负。我给他送小丫鬟，让他跟着夫子识字，让他跟着申婆婆学管家。只要是他开口求的，我一定满足。可是他好像对这些都不在乎。丫鬟小厮当着他的凸面作践他，他不在乎。我去了其他人院子里，他也不在乎。别人怀孕了，我要娶妻了，他还是不在乎。我以为孩子可以改变他，让他依赖我，可没想到他连孩子也可以抛弃。我知道他夜里常常做梦，我问他梦见了什么，他从来不开口倾诉。我常常怨恨他，恨得夜不能寐。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里，我把穗心抱在怀里，怨恨他为何如此冷漠，竟舍得抛下我和穗心一走了之。穗心和他的性子大不相同，他大多数时候是低着头，露出半片光滑白皙的后颈给我，温顺的，安静的，让人猜不出心意的。穗心则是府里有名的小霸王，别人欺负了他，他立刻便要还手，别管什么身份。他才3岁多点的时候，听见丫鬟婆子嚼口舌编排他和他娘，立刻跑到说话的婆子面前，啪啪扇了2个大嘴巴。在大典更是了不得，嫡兄他敢打，正母他敢骂，连3皇子也因为说错话，被他按在地上揍得鼻青脸肿。别人都说我教女无方，可我乐意他这样。一个逃跑的姨娘母亲，一个私奔的通房外婆，如果他的性子不蛮狠一点，如何保全自己呢？况且我知道，他每回发了脾气，夜里都偷偷躲起来哭，苦累了睡过去，嘴里还喃喃念着娘亲娘亲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真的见到了娘亲，可是他娘亲却不要我们了。再见之时，他2手作揖对我说，草民苏小英拜见萧大人。他现在是苏小英，是富甲一方的商贾，是出入自由的平民。他跟我说，他不会回萧府。至于穗心，若是我不愿意养了，可以把穗心给他；若是我还愿意养，他也绝对不会插手穗心的任何事。富商大会后，朝廷和他达成协议，他捐赠一大笔银钱，换得朝廷为他将产业进驻京城，保驾护航。谈判时，他与我对坐，商业、时政、前线战争等等，他均能对答如流，见或发表一些新颖的看法。他自信、从容、聪明、狡黠，半点找不到从前的模样。1个月后，富商大会结束，他要离开京城了。穗心拉着他的手哭哭啼啼，他深深看了一眼，还是钻进马车。穗心在我怀里抽噎地问我，爹爹，你为什么不劝劝娘亲？我知道，穗心也劝不回他，我劝不回他。他终于还是要奔向自己的前程，实在他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如他所说，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。感谢收听佳怡分享的故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哦。